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包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颠倒模式啊，和以前的那些颠倒模式可不一样，和这次的比啊，那些版本都弱爆了。不信你就接着看下去。你可能感觉我们现在好像和正常模式什么区别都没有，但实际上我是悬浮在空中的。如果我们往旁边走一步，就会突然咻的一下冲到天上去。当然，这个模式肯定不止飞这么简单，我们还是可以跳的。这个和那种只是简单的加了一个漂浮特效的可不一样，它是真的可以跳的。但是在这个里面，跳跃靠的是脖子的力量，这是一般人没法做到的。不过只要在家里每天练习这样的姿势，你就可以像我一样在游戏里用脖子跳跃了。然后这个不只改变了玩家自己的重力方向，连生物的重力方向都被改变了，而且他们的这种改变是包括身体的上下颠倒，这就和我们很不一样了。因为我们算重力方向的话，应该是头着地的，而他们就是非常正常的脚踏实地。这简直就是人上人天龙人，这对我们玩家来说非常的不公平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模式下生存，最开始发现的事情肯定是我们颠倒的重力，然后紧接着开始撸数，就会发现连我们掉落的方向都是颠倒的。这些掉落物和我们的人一样，会往反方向飞，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掉落在了我们自己的脚底下，只要你把你的手机屏幕反过来看就行了，就像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要开始做生存所需要的工具，首先就是木头斧子。但这个时候你又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，那就是你根本就合成不了木头斧子、木头镐子或者是木头剑，啥都合成不了。因为这个是颠倒模式嘛，所以你制作工具也得反着来，反过来做木头斧子，反过来做木头镐子。以后做盔甲的时候，正着是做不了盔甲的，也得反过来做。像这个裤子也一样，如果你不反过来做的话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炼药锅。像什么告示牌啊、床啊、船啊，所有东西的合成方式都被反过来了。然后在这个模式下也是可以搭路的，往我们的头顶放方块搭桥。但是这样子搭桥也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就是没办法下蹲，因为我们和原来不一样，现在用的是脖子走路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没办法蹲在边缘搭方块，然后就很容易掉下去。那如果头顶不是天空，而是有东西接着我们的话，我们得注意一下，不要一下子跌落得太远，因为用头着地也是会有摔落伤害的。都说了和以前的那种颠倒模式不一样，如果一下子从很高的地方跌落下来，连跌落的伤害也会变高，太高的话甚至可能直接摔死。所以如果你们要玩的话，要稍微注意一下这点。要相反就要啥都做成相反，在我们这个模式里面射箭也是反的，箭射出去是会往天上飞的，没想到吧？我们想要射中目标的话，可以稍微把箭往下压一点，也就是把手机反过来之后，把箭稍微抬一点，这样子就可以射到我们想射的地方了。不过这样子操作起来的话，还是会很不习惯的。然后像我们丢雪球或者是丢三叉戟，都是会反向往天上飞的。弩箭什么的也是一样，只要是射出去的东西都是会往天上飞的。不过这个模式也有好处啦，就是我们平时挖矿比较害怕的猛男挖矿法，怕不小心掉到岩浆里什么的，在这个模式里就完全不用担心。我们可以一边往自己的脚底下搭方块，一边直线挖下去。如果看到了岩浆，我们只要绕开或者把它填上就行了。只要你别作死在岩浆上面跳，你就不会有事。那如果有非常厉害的玩家能够在这个模式下生存下去，甚至是达到末地啊，当然你到末地的难度非常大了，因为我们非常珍贵的末影之眼，你用一个就损耗一个，它和那些弓箭、雪球一样，飞出去之后会飞到天上去，你根本没有办法捡回来，更不用说你得在天上搭着方块去找末地了。那么我们话说回来，你要是非常厉害的到了末地，你就会发现末地也是颠倒的，你一进末地就会飞到天上去，这让人怎么活？如果我们开着创造模式飞到这个末地的底下，你就会发现小黑的出生位置也是反的，他们在这个模式里面是人下人，非常的可怜。但其实我发现在这个模式里也是可以打龙的，就是条件非常的苛刻，你只要一传送过来就马上往脚底下放水，然后你可以通过不停往上延伸水的方式来一点点往上搭。但是可不要忘了，末影龙不会同意你在他的地盘撒野，稍微搭一会儿他就过来把你打飞了，只要你一离开水，你就会瞬间飞到天上去。所以嘛，打末影龙的话，想想就好了，反正我打不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这期颠倒模式就到这里，你觉得如果是你的话，可以挑战成功吗？本期颠倒模式的作者为 Kamala Geek， 那么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